接受自己的情绪是非常复杂的，并不需要把它简化成不是正面就是负面的，而真正的情绪和感受是可以悲心交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可。当你处在人生低谷的时候，你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很多鸡汤类的口号，比如要正面思考，要有信心，要放松心情。当然这些都没有错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为什么真正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，做起来就这么难吗？难道我们真的要每天强迫自己去所谓的正能量化吗？一天可以，一周，一个月真的可以吗？现代社会的我们现在越来越不愿意碰到负面的情绪，即使碰到了也希望通过压抑，甚至是尝试抗忧郁症的药去快速的解决它。但是事实上真的如此吗？如果你对心理学感兴趣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不错过认知和提升自我的机会。有什么问题和建议也期待你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深度剖析。就拿我自己来说，我以前都是一个希望自己非常正面思考的人，所以对我来说，一些没有效率的情绪，其实我不太愿意看到它，比如说太多悲伤，或者是沉浸在自己的难过中，对我来说就觉得就赶快起来继续往前走就好了。所以其实并不是没有忧郁或者是悲伤这种情感，只是因为自己不认可它的重要性，所以多年来就是都把它压抑下来了。那大家也知道，因为这样子总有一天会以一种你意想不到的形式爆发出来的。这些问题凸显出来后，我曾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思考，我到底要做一些什么才能真正的认知那个隐藏的小恶魔？我能把它根除吗？还是必须和它和平共处呢？今天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说，首先你需要的是时间，因为我们现代社会其实发展的非常的快，都是即时满足，我要什么马上就有，所以当低潮或是抑郁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希望这个情绪赶快过去，我用最快的方式让我这个情绪可以消失，跌倒了就赶快站起来吧。但是这个伤痛其实你是要花一些时间来沉淀的，通过时间这个伤痛可以慢慢的淡掉。注意，这里的淡掉并不是说逃避，而是要去正视它，治疗它，爱疗伤而非逃避。当我们有伤痛没有去好好把它治疗，这就代表说这个伤口它永远会在，如果你不愿意去看到它，你其实很难去疗伤，下一次这个伤口在压力下又会再爆开。所以其实在忧郁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先来理解一下我为什么忧郁。悲伤也会有它的价值。很多的研究已经证明了，很多的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，比如诺贝尔奖的莫言，他们的共通点就是他们都经历过一些痛苦跟折磨。相信大家都可以想象到说，可以写出这种非常感人的作品，其实跟他本身有这么丰富的经历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。放在我们自己身上，当你化这样子的悲愤为力量的时候，它其实也是一个转变的力量。就像说，当初如果我没有感受到这么忧郁的话，我也可能不会在我人生做一些比较困难、比较重大的决定。因为如果没有到谷底的话，觉得反正就继续这样子就好了。就说如果这个悲伤的情绪没有大爆发的话，我的人生可能不会做一些改变。那改变了之后，现在的我是喜悦的。接受自己的情绪是非常复杂的，并不需要把它简化成不是正面就是负面的。而真正的情绪和感受是可以悲心交集，只有的时候是非常阳光的，有的时候是可以非常阴暗的。你有喜悦的时候，就会有悲伤跟忧郁的时候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反问一下我们自己说，为什么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正向，然后微笑的去面对呢？常常有的时候，我们的感受也是非常悲心交集的。因为我记得我过去所有犯过的错，过去的我跟我想要变成的我，中间还是会有一些拉扯跟挣扎。就如前面说的，过去的我总是希望赶紧克服这个困难，赶快进步。可是现在我比较了解，我必须要跟这个感受在一起，慢慢消化这个感受。所有的眼泪、难过、不舍、焦虑，它在告诉我就是不急着往前走。其实你是可以边哭边想的，你是可以有两个冲突的情感同时存在的。最要不得的是用道德来绑架自己，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情绪都是非常多元的。当我们有曾经爱过又失去，或者是又爱又感伤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会让你比较有同理心。那当你一旦有同理心，那你就会有意愿去多帮助别人。而研究已经表明，当你去帮助人的时候，大脑会分泌更多的多巴胺，就是跟赢得奖项或者是吃到美食被刺激的地方是一样的。下次当你有看到这个情绪的时候，不要太快的想说我赶快好起来，想一下你的悲伤，你的眼泪是在告诉你什么。也许是你可以往前进，或者是发挥创意，或者是改变人生的一个动力。是不是感觉又有新的收获呢？如果是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点开小铃铛，每周学点心理学，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。我是大可，我们下期见，不见不散。